大家好，我是小九。打开社交媒体，你一定也被一部韩国电影的热度给淹没了哈。没错，它就是索尼推出的 K-pop 猎魔女团。这几周呢，它也是在榜单上热度名列前茅哈，也是在42个国家里面排名第一。咱们就先不说别的啊，它整个的电影的感官来看呢，真的是非常的闪哈。我也是用刷了好几遍才过来和小伙伴们分享，每一次看我都觉得超级好看。首先呢，它整个电影的人物的设定，它是很贴近Z时代审美和潮流爱豆的一些设定，并且呢，它的这个主题曲 Golden 呢，真的是超好听，也是非常的洗脑。我们来看这部电影，就好像是看一场演唱会，所以很多的在抖音上面 cos 的这个视频也是非常火啊。这部电影真的是令很多小伙伴们疯狂哈，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意识到，这部看似好像是正义对抗邪恶的卡通片哈，实际上它里面包裹着层层的属灵陷阱，但同时它也是一部灵界的教科书哈。话不多说哈，咱们今天就来灵界大揭秘。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剧情，但是不是剧透。猎妹呢，她是一支新晋的韩国女团，队长卢米，说唱莉亚，领舞智秀。电影开篇呢，它就营造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氛围哈。说到魔鬼频频出现，并且呢，它能够吸走人类的灵魂。它把人类的灵魂吸走之后呢，就把这种力量呢传输给一个魔鬼的老大，叫做鬼马。那从古至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驱魔人的出现，他们拥有着能够驱散黑暗的声音，唱着勇气和希望的歌。那这些猎人呢，他不只是战士，而是用音乐去点燃灵魂。所以在影片当中，我们会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女团哈。那第一届的女团猎人呢，他就创造了一个可以保护人类的这个盾牌一样啊，它叫做魂门。那这个魂门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魔鬼封印到一个黑暗的地方，让他们不能够随便的出来哈。所以呢，这个影片一开始呢，它就会介绍每个时代呢都会有不同的新的猎人的三人组合被选中来履行终极的一个职责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咱们电影里边出现的3位女主角，那她们呢就被选中成为这个时代猎人，并且她们有一个任务啊，这个任务就是她们需要通过唱歌去吸引她的粉丝来兼顾他们的力量。最后如果能够赢得唱歌比赛呢，就会有一道坚不可摧的这个屏障，叫做金魂门。那这个金魂门呢，它就可以让鬼马永远的离开人类世界，就是将它永远的封印哈。萨满教，小伙伴们一定会好奇哈，一个女团和萨满教到底有什么关系哈？电影它一开头啊，它有几分钟就告诉我们，猎妹呢不只是偶像，也是猎魔师。我也是从他们的服装设计，整个电影的角色的设定发现的，他们与韩国的萨满教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韩国的萨满教呢，可以说是有数百年的历史哈。他们的核心职责呢，就是主持萨满仪式。那这个萨满仪式呢，它就是通过唱歌呀、跳舞啊，来与神灵（打引号的神灵）或者是死去的人呢，去咱们经常说的交鬼哈。那这个萨满仪式呢，他自己说是用于疗愈他人、驱散邪灵与恶魔、祈求神力来庇护，同时呢是为观者来祈福哈。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咱们圣经里说到的大鬼赶小鬼哈。用歌舞战胜邪恶，净化世界，为所有的人来带来幸福安康，是这整部电影的一个核心主题哈。这个话呢是导演他自己说的。导演康敏吉承认，他起初拍这部电影并没有想加入 K-pop 这个元素，因为现在都比较流行嘛，所以 K-pop 驱邪、萨满教和一些动作的一些元素，他把它们呢放到电影当中。他认为啊，韩国萨满教通常它是包含着音乐和舞蹈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很震惊的一句话，他认为韩国萨满教包含着音乐和舞蹈，可以被视作一种早期的演唱会形式，于是最终决定了这样的创作方向。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真的是令我很震惊哈。我一直在想，韩国的音乐为什么这样的令人疯狂，包括权志龙啊，还有很多现在出来的爱豆啊，韩国人无论是唱无论是跳，真的是很厉害哈。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导演的这个设想看到啊，萨满教的仪式活动可以看作是早期的韩国演唱会的源头，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好，那我们回到电影的开头。那电影开头呢，不到2分钟的时候呢，镜头就会切换到一个遥远的一个过去，我们会看到三位不同的女性猎魔师，咱们现在叫做女团哈。那她们的装扮呢，还有武器色彩非常鲜艳，它这个风格呢，就与韩国的这个萨满教的巫师的装扮就十分相似哈。我们来看一下萨满教祭司服装的一些特点。首先，韩国萨满教的祭司服装呢，它是颜色是非常鲜艳的哈，常用的会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代表着五行。
五方五神，也象征着灵界的力量。如果小伙伴们你常刷韩剧的话，你就会经常在韩国的电影里边看到了萨满教的一个场景，并且呢，现在韩国人当中呢，据说有几十万的萨满教巫师趋向年轻化。韩国萨满施法的场景不只是会出现在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也根深蒂固在韩国社会，甚至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眼前这名29岁的女萨满，6年前毅然投身于巫师界，她也善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向新一代人传播这个古老的传统信仰，引起年轻一辈的注意。目前创建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30多万订阅者，甚至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寻求她的帮助。原因之一是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对未来迷茫，也面对经济困难，大大提升他们对巫术玄学的兴趣。根据谷歌的资料，自2019年以来 ，YouTube 上和萨满及算命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逐渐上升。萨满教信徒遍布各阶层人士，就连因为腐败而在2017年被弹劾下台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也因为和萨满扯上关系引起争议。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扫罗因为是与非利士人去打仗，他就想去求问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并不理他。后来呢，他就去找了一个教鬼的一个巫师啊，让这位巫师把撒母耳从地底下招上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呢就是招鬼的一个行为，神呢是非常厌恶这种行为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扫罗最后也是被弃绝了嘛，大卫就做王了。影片当中啊，这个魔鬼身上都会有暗紫色的印记。队长路米呢，他是猎人与恶魔的混种后代，所以他身上也会有这样的暗紫色的印记哈。虽然他的这个导师席琳从小教导他，只要精魂门能够建起来，他身上的印记就会消失。于是我很注意看了影片最后，我发现影片的最后呢，他身上的印记并没有消失，并且呢，他是接受了这个半人半兽的混种身份哈。那创作团队呢，他们也表示，电影里面所有的设计都深度的借鉴了韩国的艺术、神话呀，还有韩国的历史，所以说他们每一个选择哈，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这个恶魔的纹路，他们的灵感来自哪里呢？我们能够在韩国艺术当中去找到线索。这些恶魔其实就是怪兽哈。韩国木版画里面呢就出现过这样的恶魔纹路。那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尽头来临之前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兽的印记666。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世界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末后的阶段，就会有一个集权的力量将全面的掌控政治、经济和宗教。它呢会强迫所有人，就是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在右手上或是额上会受一个印记。那没有这个印记的人呢，将无法做买卖，也就是说无法参与到整个的社会系统。小伙伴们，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哈。那时呢将会出现一个远比尼禄还要强大一个全球性的兽系统。那我们在这个系统里的话，他就要求你去拜他，并且呢他控制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所以呢这个印记才会在手上或者是额头上。那这个手呢就是代表着行为，额呢代表着思想，所以这个兽印呢它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符号，它是一个效忠的一个标记。兽印的人呢，他是向这个兽去宣告，我属于你，我愿意在你的系统当中去生活、交易和敬拜。而拒绝兽印的人呢，圣经上会说将会面临着极大的逼迫哈，因为凡没有兽印记的都不能做买卖。影片中会提到魂门，这个魂门呢，它是人类的世界和黑暗的世界的一道屏障哈，它能阻止恶魔闯入，危害人类，相当于魔界。那这个魔界呢，是由恶魔的老大叫做鬼马来统治啊。这个鬼马呢，它是整个魔界的终极大反派。鬼马呢，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过它长得啥样哈，就能听到它的声音。但是呢，他会派他的小弟精心打造男子偶像团 Saja Boys 潜入人类世界。那在这里边呢，不仅是女主是又闪又帅，那男主呢 Saja Boys 也是相当的帅气。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韩国男团爱豆的一个设定嘛。那 Saja Boys 他就会以魅惑的歌声呢来给人类来洗脑，并且悄悄的去抢夺人类的灵魂，传输给自己的老大哈。那前面我们也说了，猎贝女团呢，它的核心使命是通过舞台的演唱凝聚粉丝的信仰之力，不断的加固这道隔绝魔界的屏障，因为他们是想最终赢得唱歌比赛，来将这个魂门变成
惊魂门，永远封锁住魔鬼。鬼马这个角色呢，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他的影子哈。撒旦呢，他从天上堕落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下去了，他带下了1/3的天使，那他们就成为了现在我们所说的魔鬼哈。那这里的鬼马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撒旦的原型哈，他操控着这些跟班的小弟，用各种的诡计去迷惑人类，目的是想使人类和他一样堕落，下到地狱里去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惊魂门哈，当惊魂门建立的时候呢，就会将魔鬼永远的封印哈。这里边呢，就是跟圣经当中讲到撒旦最后要进入到无底坑是十分相似的哈。圣经当中呢，没有明确的记载关于魔界哈，但是神也给灵界和物质界、黑暗和光明设定了界限。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恐惧与羞耻，影片当中鬼马呢是利用控告使人恐惧。那泰宇呢，他因着鬼马不断的在他耳边对他说话哈，所以呢他是很自责的，因为他曾经是遗弃了自己的家人嘛，然后自己进宫过上了锦衣玉食的日子。但是400年来，他内心的控告和自责真的是分分钟的折磨他。If you really thought you could escape what you are, what you did, you would have told her the truth. 这个实际上也是鬼马控制他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哈。虽然他也无数次的想企图想让鬼马消除这段记忆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正是鬼马来操控他最好的方式。那卢米呢，他自己也是半人半兽的混种身份嘛，但是他的导师呢，并没有正确的引导他，让他将这些他所认为的羞耻遮盖住了，所以在剧中呢，他经常会掩盖自己身上的魔鬼的印记哈，但是他却无法去掩盖自己内心的羞耻心，并且鬼马呢，他也向全人类去释放他控告的声音哈，所以这正是撒旦一直对人类做的事情。那实际上呢，我们许多小伙伴呢，也是常常活在这种无形的羞耻感里哈，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不够好啊，我不配啊，我不值得被爱啊，并且在韩国，大部分的人都会容貌焦虑。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整形美容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哈。现在的世界观呢，也给很多年轻人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价值观，所以小伙伴们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说神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而不是以我们的眼光和这个世界的眼光去看待自己。虽然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会带来一些羞辱哈，或者是我们人生的经历也会带来一些羞愧，或者是被拒绝，或者是我们里面也有破碎，也有自卑，也有内疚。那我们会常常会因为这些羞耻感不敢去看人呢，不敢去肯定自己。更主要是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这种羞耻心不敢靠近神。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呢，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羞辱，并且呢将荣耀呢也加在我们身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这句话呢，他就揭示了十字架的不只是肉体的折磨，更是羞辱的极致。那当耶稣站在最羞辱的地方，就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我知道你曾经被羞辱，我愿意替你背下这一切。小伙伴们，我们去想，耶稣他可是神啊，他被裸露了身体在众人的面前，并且被当作罪犯，被嘲笑，被吐沫，被弃绝。他被羞辱并不是因为他犯错，而是为了担当我们无法承受的羞耻。所以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的孩子。所以小伙伴们，我们要学会去区分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撒旦对我们所讲的控告和谎言。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一定要警醒自己的心，不要被鬼马就是魔鬼欺骗了，也要多从圣经和属灵的角度去分辨哈。作品背后呢，是向我们释放了怎样的势力，是让我们更加沉迷这些偶像和音乐，带来焦虑、暴躁、不安的情绪，还是使我们成长、扩张眼界，带来平安、喜乐和爱的氛围。影片最后呢，Saja Boys 的一首歌，我觉得真是唱出了魔鬼的心声哈。由于版权原因呢，我给大家就翻译一下哈。我要成为你的偶像，让你着迷，在你脑子里无休止的重复播放着，痛苦的时候就播另一段，我可以当你的避难所，直到我现在为意。当一切被烧毁时，我会更爱你，超越权力，超越黄金。你把心给了我，现在我为你的灵魂而来，只有我会爱你的罪。感受我的声音渗进你体内。
那下面这首你是主的独一无二，却唱出了天父的心声。相信我们的神是希望每一个灵魂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小伙伴们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我要成为你的神，你的父亲，是为了更好的爱你。痛苦悲伤时，我愿意安慰你。十字架是你的避难所，我愿给你我的所有，你是我的独一无二。我愿成为你的依靠，你是我的无价之宝。我愿把心给你，来感动救赎你的灵魂。我愿意爱你，那个破碎受伤的你。哦，伟大的父，我看见你，正如你看见我一样。哦，孩子，我愿意爱你，请你抬头，看到我迫切的心。